20年前，我与继妹同时定下亲事，她抢先选择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我便嫁了刘家的穷书生。哪知大将军战死沙场，继妹被囚禁折磨，而穷书生却高中状元，一路官居丞相，给我请封告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江氏聪慧敏捷，端庄淑瑞，敬慎居心，率礼不越，着即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钦此。继妹听闻这个消息发了疯，趁册封用人多眼杂，用金簪杀了我。夫人，来人了！妹妹，就算你不杀我，这样操劳一生的日子我也过够了。芷莹，今天喊你们姐妹2人来，是给你和你妹妹寻夫家。你妹妹年纪尚小，我先给你定下一门亲事。寻夫家？我怎么回到未出嫁的时候了？难道我重生了？芷莹啊，母亲这儿有2份婚书，是给你和你妹妹寻的夫家。这个是将军府谢家送来的，这个是刘家送来的。刘公子虽然是个穷书生，但读书颇为有天赋，前途无量。前世我选了刘家送来的婚书，一辈子呕心沥血，操劳而死。今生，娘，我要嫁刘家的穷书生。前世江婉如要死要活的选了将军府谢家，如今怎么来抢这并不起眼的刘家？难道她也重生了？婉如，你这是做什么？别闹了，这刘家……长姐，这将军府谢家就给你吧。众所周知，大将军战功累累，在京中极有地位。你娘走得早，如若你嫁得不好，外面的人准说我们欺负你，所以做妹妹的定要把这好姻缘让给你。好，妹妹别后悔就行。母亲，那芷莹先告退了。婉如，你是不是疯了？光将军府给的10个金元宝的见面礼都是一大笔钱财，你就这么让给那江芷莹？娘，那点见面礼不必稀罕，你相信我，这个刘家公子庶子潜力无限，他以后会当大官，而我只要嫁给他，未来就是一品诰命夫人。这未来的事儿谁说得准啊？而将军府谢家地位、钱财、名声，样样都是顶好的。你嫁过去，不仅衣食无忧，过些年还能做主母。将军府上下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娘，将军府是火坑，我做梦梦见我嫁了大将军，谁知我不过是打杀了他的义妹，他竟然负气去了边疆死了。将军府的人都赖我，说是我害死了将军，把我囚禁柴房10多年。娘，这样的经历我真的不想再来一次。做梦哪有当真的？不行，你必须比江芷莹嫁得好。你小时候我是怎么教你？我死都不会再嫁将军府了。娘，您就让我去刘家吧，您给我多带些嫁妆，我定当个状元娘子给您撑面子。您信我，信我。前世小弟差点被乱箭射杀，若不是谢大将军出手相助，小弟定死无全身。这个恩情在这一世我终于可以报了。谢兆安，我还没有正式感谢过你呢，虽然你可能早就不记得这件事了。姐姐，你怎么了？没事。你的书背到哪儿了？我背到姐姐，我们即将一同嫁人，做妹妹的还没来恭喜姐姐呢。妹妹同喜。姐姐，这嫁人夫家也是会看女方家的诚意的，娘给我准备了20台的嫁妆，让我嫁去刘家也不会被看低了去。而姐姐你的嫁妆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去了将军府不得惹人笑掉大牙，这就不劳妹妹费心了。我心善，还是要提醒姐姐一句，这谢家上下没一个好人。大将军虽然功勋无数，但却是个眼瞎心盲的蠢货。那谢家老夫人更是个黑心烂肺、冷漠自私的老太婆，嫁去这种人家，跟入地狱没有任何区别。
敢打我！谢家乃忠良之家，祖上3代皆战死沙场。当年匈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是谢绍安带领的谢家军将他们逐出中原。没有谢家，也没有你今天的好日子，岂容你智慧？那孩子当真是这么说的？句句属实。好，不愧是江家嫡长女，吩咐下去，迎娶江家嫡女的聘礼，再加20台。我要让少安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进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桃之夭夭，有愤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琛琛；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将军府娶亲果然气派，白花花的银子不知道散出去多少，一看就是对新娘子很重视。都是江家姑娘，这2小姐就寒酸许多，连赏钱都不给咱放。走，你们这些叫花子还看什么看？不好意思，江2小姐，你让一下，挡着我们夫人的聘礼了。江芷莹，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哄着谢家给你台面了？谢家向来瞧不上我们江家，怎么可能给你出这么多聘礼？听妹妹这语气，可是后悔将谢家的姻缘让与我了。该后悔的是你，你等着吧，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2位姑娘上轿了。起轿！婉如，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收着吧。也太少了，算了，好歹不像上一世嫁去将军府，那谢家老太婆不仅没有红包，还给我立规矩，让我在大堂跪了一下午。母亲，请您喝茶。你们江家是什么情况？你清楚。哼，嫁入我将军府谢家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行了，今儿敬茶就到这里吧。老夫人没准您起来，您就跪着吧。娘，地上凉，别让婉如跪太久。家世怎样不重要，刘文照现在娶的人是我，还疼我。等日后他高中状元郎，又做丞相，我有的是银子花。而江芷莹，我就等着谢家老太婆今天怎么折磨你吧。母亲，请您喝茶。母亲，这太贵重了。安儿不得无礼，芷莹是你的妻，日后你要好生敬她、爱她、照顾她，明白吗？这镯子是我嫁入谢府时安儿她奶奶戴在我手上的，今日我交于你，你日后要好好与安儿过日子，早日让娘抱上大胖孙子。母亲，儿媳明白。嫁给我，让你受苦了。没有的事，你学识渊博，日后一定可以考取功名，位居丞相。你当真对我这么有信心？那是当然，如此温馨，这才新婚夜，不像上一世。你做了什么？燕兵一晚上都呕泻不止，丫鬟说她午后只吃了你派人送去的糕点。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派人给他送吃的，更没有下药，不是我做的。还在装？说了不是我，一定是那个贱人陷害我的。这个贱蹄子竟敢嫁祸我，看我怎么收拾他！你再敢对燕丁下手，我不会放过你。野下人丁，竟敢陷害我，给我等着！刚刚那是将军来，今晚可是新婚夜，将军怎么气冲冲的走了？真是将军，新婚夜让妻子独守空房，这可是奇耻大辱！让你们嚼舌根！来人，给我把这2个没规矩的贱婢拖下去打死！
新婚第一天就在将军府杖杀无辜下人，弄得满院子血淋淋的。小门小户还是季氏的女儿，品行果真不好。新婚夜晾着她，也当是给她点教训。既如此，3日后回门，我就不去江家了。儿子去看看彦兵，他还在呕吐不止。母亲，都怪夏宴谈那个贱人，是他陷害我，气走了将军不说，还让我被丫鬟耻笑，还请母亲做主，把夏宴谈赶出将军府。夏小姐是少安的救命恩人，你说赶出去就赶出去，是要天下人耻笑我们将军府忘恩负义吗？可是没什么可是的，3日后你自己回门，不用去请少安了。母亲，这怎么使得啊？我前世因此被父亲不惜，被世人嘲笑，今生江芷英，我受的委屈这辈子一定会一一验渗在你身上，我就等着你3日后独自一人回门，被人耻笑。都这么晚了，大将军怎么还不来？环儿，现在是什么时辰？已经53刻了。不等他了，我们先休息。小姐，这怎么行？环儿，在这内宅之中，最有话语权的人是老夫人，比起大将军的宠爱，得到了老夫人的认可更重要。开门！环儿，你去把人带进来吧。夫君深夜来此，是有什么事吗？彦兵所食糕点有毒，他吃了后呕吐不止，昏迷不醒。夫君怀疑是我下的毒。我嫁进将军府不过1日，也只带了环儿一个陪嫁丫鬟。我们2人一整天都在你和老夫人的眼皮子底下，如何再腾出时间和人手去害夏小姐？你说的不错，我会让人仔细调查清楚的。夫君还有事？你既然嫁进将军府，就得遵循我府上的规矩。第一，彦兵与我有救命之恩，今后你不准去找他麻烦。第二，不准在我府中仗势欺人。第三，本将军还没想好，等日后再做补充。好。你也累了，歇下吧。夫人真厉害，昨晚少爷过来的时候还怒气冲冲，没想到竟然会留宿在这儿。不止呢，哎，你听说没有？送聘礼的时候，老夫人亲自发话，要多送20台，风光迎娶夫人。看来我们日后得好生伺候着夫人了。去给府里的下人们发点赏钱，他们天天守夜也辛苦，天冷了让他们自己置办点衣服。夫君昨晚可能喝的有点多了，沾床就睡，所以就没来得及换。这是醒酒汤，你要喝吗？谢谢。夫君，我们今日要去给母亲请早恩。好，那走吧。等一下，我听说夏小姐是你的义妹，对你有救命之恩。她现在住的那所院子会不会有些小？我想派人给她换个院子，再添些东西，这样也算我们对夏小姐的重视。这女人竟如此识大体，没闹着让我把彦兵送出府，还想着给她换院子。看来昨晚彦兵的事的确是个误会。夫君，你看着办吧。过2日你回门，需要带什么回礼，尽管吩咐下人去置办，到时候我同你一起。给母亲请安。给母亲请安。快起来，坐到娘身边来。我呢？你呀，都成家了，还没个正形。芷莹，你嫁到我将军府来，日后府里的一切都要交于你打理，还有少安也要拜托你多照顾了。夫君年少有为，年纪轻轻就功绩博户，能嫁与他是芷莹的幸运。少安，过2日是芷莹回门的日子，我准备了一些厚礼，你带过去给亲家。另外，你自己再多准备一份，风风光光的陪芷莹回门，知道吗？
爹娘，我们回来了。爹娘，这是我和文昭在路上买来孝敬你们的。娘不是喜欢吃城西那家糕点铺的吃食，文昭一大早就去排队了。你们有心了。坐吧，下次不用带了。我们江家虽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但也不缺这1两银子的点心。爹说的是，没关系，眼下的窘迫只是暂时的。等文昭中了状元，做了丞相，肯定会得到很多皇上的御赐之物。到时我看谁敢小看我。姐姐还没有回来吗？还没，应该也快到了。娘，待会儿你就等着看吧。江芷莹肯定一个人回门，谢兆安是绝对不会和她一起回来的。到时候我要狠狠嘲笑他。老爷夫人，大小姐回门了。江府到。姐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穿的也这般朴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被夫家休了，回娘家求庇护呢。女儿回门见过父亲，少安待会儿。少安怎么没陪你一起回来？你是想让街坊邻居看我们江家的笑话吗？父亲，外面风大，姐姐一个人心里肯定也难受，还是进屋说吧。进什么屋？就让他在外面站着醒醒脑子。定是你在将军府惹了厌气，当初就该让你妹妹嫁进将军府，说不定现在还能帮衬点江家。哪像你独自回门，把江家的脸都丢尽了。这要是我们婉如嫁过去，不说陪着回门了，回门礼肯定都得拜满院子。既如此，你回去吧，江家也容不得你。老爷，朝着咱江家的方向来了好多人，还都抬着箱子呢。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指不定是附近哪个贵府出嫁的闺女回门带的厚礼，不像某些人，丈夫不仅不陪着回门，礼也不准。二小姐还是谨言慎行的好，你怎么就知道那礼不是送来江家的？怎么就不能是我们家夫人的回门礼？我们夫人可得谢老夫人的喜欢了，祖传的玉镯当天就套在我们夫人手上了。这次回门也是谢将军主动提出来要一同回来，还让我们夫人想带多少回礼就带多少。你个臭丫头片子，跟着你主子嫁进将军府不过3日，竟然学会骗人唬人了！你干什么？干什么？替你教训教训这个口无遮拦、以下犯上，还撒谎骗人的贱婢！江芷莹，你敢打我，我弄死你！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夫人动手动脚？再有下次就不是砸破点皮这么简单了。以后若是想教训谁，让下人动手便是，不必亲自动手。将军府养他们不是吃白饭的。不疼，让夫君为芷欣担心了。你竟然真的来了，怎么可能？怎么不一样？爹娘，这些是老夫人和少安给你们准备的回门礼。肯定都是空箱子，一定是空的。谢家向来瞧不起我们江家，怎么可能送这么多礼？别胡说！爹，这肯定是空的。谢家那个死老太婆向来一毛不拔。哪那么多废话？打开就是了。去。将军府太客气了，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少安啊，芷玲，外面太阳大，别晒坏了，快回屋里边上座，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跟我经历的不一样？为什么？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骗他陪你回门，又骗老太婆给你准备那么多回门礼？你到底做了什么？江婉如，你松手！你发什么疯？别惹事行不行？你怎会如此对我？你不该这样的，你应该无论罪错都不会让我受委屈的。各位贵人，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芷玲是我的妻子，不管她是对是错，我都不希望她受委屈。将军、夫人，婉如她可能是因为昨日没休息好，所以情绪不佳。
我在此替他向将军和夫人赔不是了。管好你的人，如若下次再敢冲撞本将军的夫人，本将军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来，少安啊，进来这么久了，肯定口干舌燥。这是我压箱底的好茶，明前毛精，你们快尝尝。娘子，我刚也是为了你好，万一你惹恼了谢兆安，将军府位高权重的，你也没有好果子吃。但你放心，就算有那么一天，我拼了命也会护着你，跟谢家为小，我也无所畏惧。你待我是好的，是我误会了。爹，你给文教也倒点茶呀，我们来这么久了，你也没给我们倒一杯。御前龙井金贵的很，没那么多招待，你俩就喝桌上的菊花茶吧，也能解渴。少安，你尝尝，趁热品。他谢少安不就是有将军府撑腰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文昭，如今你会试已经顺利通过，只等来年2月在春境上大放异彩了。届时你夺得状元，得了皇上亲烙，这肯定要多少有多少。状元，上一世若不是柳先生、柳太傅悉心教导，他刘文月怎能高中状元？婉如，你说的对，等我考取功名，就不会再有人敢如此对待我们。岳父，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就和婉如先走一步，我要回去继续温书了。好，读书人勤奋一点是好事。听说你如今乡试已过，有前途啊！来年2月就要参加春回了吧？准备的怎么样了？回岳父大人，小婿最近一直在挑灯夜读。对了，不知岳父大人可认识柳传义柳老先生？柳传义，他是谁？很有名吗？小婿虽说已经准备的很是全面，但是如果能得到柳老先生的指点，那么状元之位一定就是小婿的囊中之物了。倒是您府上的2位姑爷，一位是将军，一位是状元，一文一武，朝中会有多少人羡慕您啊？你说的柳传义可是那位因厌倦官场而去山中隐居的柳太傅？我当年虽然与柳太傅打过交道，但是我们的交情并不深，而且此人在朝中是出了名的古怪脾气，你想请他出山可不容易啊。是很不容易。夫人，你已经连续3日跪在这大雪中了，天气严寒，再这么下去您的腿就废了。先生说了不见客，就不会出现，您就是再跪3日也是一样的结果啊。起来吧，老夫避世多年，期间有不少达官显贵想以高额的报酬请我下山，但都被我一一拒之门外。你是唯一一个少有的被拒之后依然坚持不懈地来拜访我这糟老头子的人。看在你一片赤诚之心为夫求学的份上，我就随你下山吧。这个柳传义以为自己是谁啊？架子摆得这么大，让他来指点文昭，那是看得起他。白捡一个状元弟子，他还不乐意了。既然难请，那就别去请。文昭你这么厉害，不用他指点，肯定也是状元。江芷莹，你笑什么？恭喜妹妹要如愿以偿的成为状元夫人了，届时记得请我和将军喝喜酒。夫君，天色不早了，我们也回府吧。留下吃个晚饭再走吧。不了，父亲，将军还有事，我们就先回去了。等科举放榜那日，我一定亲自把宴会请帖甩到你脸上。夫人，有一点我很好奇，你似乎很是笃定那个刘文造考不上状元。夫君这是何意？芷莹可从未说过他一定考不上。刘文万此人是有些读书天赋在的，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了进士。只不过他缺乏毅力与举一反三的能力，读书时需得有贤妻在旁督促，有名师为他指点，不然很难成事。哦，如此听来，你似乎很了解你这位妹夫啊。但我没记错的话，今日回门应该是你第一次见他吧？一时疏忽，多嘴了。夫人不说，我还差点忘了。你刚嫁进谢家，就知晓我义妹住在府中，还知道她院子住得偏。这些可都是我谢府的家事，你一个新嫁又是如何得知？娘，你不知道，谢少安那个义妹提出想搬到主院来住，谢少安竟然真的让我给他腾地方，他不就是救过谢少安一命吗？现在都已经骑到我这个正妻头上来了。当初就是听到江婉如说这位义妹最后会住到主院，我才想着主动提出给她换个好院子，这样还能卖谢兆安个好。谁能想到芷莹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在闺中时听到了其他夫娘们说起过夏小姐，她寄人篱下，难免心中不安。我就想着夫君的义妹就是芷莹的义妹，所以才提出为义妹换个院子，让她能住得舒服一些。江婉如，你日后可不可以不要乱说话？我乱错了吗？那个我柳传义横带一介平民，摆什么臭架子？你日后可是状元郎，他哪里配来指点你？你懂什么啊？刘老先生曾经可是圣上钦点的太傅，专门为各位皇子上课的。朝中那些但凡能叫得出名字的文官，哪个没有受到刘老先生的指点？
你竟敢如此出言不逊！若是被外人听到，岂非让人笑掉大牙？文照，你别生气，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乱说话了。我也只是内心太过尊敬师长，一时没控制住脾气，没有吓到你吧？我没事，文照，你如此尊师重道，可真有状元郎的风采。婉如，你父亲与刘老先生有些交情，你能找个机会去请他下山吗？得了他的指点，我一定会成为状元，到时你可就是状元夫人了。你们不是说他很难请，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下山了吗？我去了也没有用啊。你不去试试怎么能知道呢？好吧，那我想想办法。倒是请不回来，你可别怪我。真是不明白文造在担心什么。前世我也没听说过他请什么老师啊，不一样靠自己考中了状元吗？哎，他应当相信自己实力。恭喜刘兄成为今年的新科状元。刘兄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成就，前途不可限量啊！在下听闻刘兄深得柳传义刘老先生真传，才登顶状元。刘老先生果真厉害。什么刘老先生能登顶状元，我全凭自己的努力。这才过了多久，就有人用本状元的名号招摇撞骗了。什么？没想到那柳传义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竟然打着状元郎的名号骗人。亏我之前还以为他是什么君子，真是有辱文人名节。我就说他这么多年没有下山，竟凭空成了您的老师，原来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故意为之，当真无耻啊！刘文造，只因不可。刘文照，江芷莹。夫君深夜不睡，可是做了噩梦？江芷莹，你胆子不小啊！江芷莹，你深夜嘴里喊着妹夫的名字，让为夫情何以堪啊！我没。可是为夫一直没有满足你，才让你梦中喊着其他男人的名字。既然如此，为夫定当令夫人满意才是。将军，夏小姐院子派人来说，夏小姐身体不适，您过去看一看。这么晚了来喊你，估计是有什么大事。夫君还是去瞧瞧夏小姐。将军，夏小姐疼得喝不进去药，您快去看看吧。这笔账，我下次再跟你算。夫人，那夏小姐定是故意的。这个月她已经身体不适了好多次，将军又不是大夫，把将军叫去有什么用啊？环儿，谨言慎行，让人给将军煮碗粥送去，记得多煮一点，给夏小姐也准备一碗。芷莹当真没闹？没有，少夫人可真是贤惠，还命人为将军和夏小姐煮了粥。少安这媳妇儿娶得真好。这孩子有当家主母的风范，那夏艳花不过是养在我将军府的一个好名声罢了。刘嬷嬷，明日一早你去把芷晴叫来，我要亲自教她掌家。母亲，这里我不太明白。老夫人、少夫人，时间不早了，该用晚膳了。芷莹，今天就到这儿吧，辛苦你了。母亲，芷莹不辛苦，母亲不嫌芷莹愚笨，愿意亲自指点，芷莹高兴还来不及呢。辛苦，这点苦跟前世陪着刘文做通宵达旦的苦读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这个时候，江婉如应该就在陪着他苦读吧，就是不知能坚持几时。我本来已经很困了，你别在我跟前打哈欠，想睡你自己回房睡。不行，我就要陪着你。不行了，我先眯一会儿，就一炷香。
文照，你怎么能睡着了呀？春闱在即，你应当要更加勤奋才是。虽说你一定会考上状元，但是也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放松警惕。要不是你影响我，我哪里会一觉不醒耽误看书？婉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请刘老先生？我今天去吧。婉如，能娶到你真是我三生有幸。现在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等我高中状元，就向皇上为你请封一品诰命夫人，到时就算是你嫡姐，也要向你行礼。文照，能嫁给你也是我三生有幸。你在家里安心温书，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夫人，您拿着东西回去吧，刘老先生不见客。你到底有没有如实告知我的身份啊？我已向刘老先生如实禀报，刘老先生说了，不论何人，他都不见。柳传义，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一个未来状元夫人亲自登门拜访，你竟然敢闭门不见，我看你真是给脸不要脸！这位夫人，还望您不要出言不逊。柳传义，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出来跟我下山指点我夫君，之前发生的一切，我都能既往不咎。不然等我夫君成了状元，我一定派人拆了这里。你这不讲理的泼妇！之前我还敬你是进士娘子，如今一见你家夫君能娶你这种妇人，也不见得是什么君子。来人，把他给我请走，别扰了先生清静。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带上你的东西，赶紧滚！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夫君高中状元，当了官，一定让你们牢底坐穿。夫人，您听说了吗？二小姐上山去请刘老先生，没想到口出狂言，把人给得罪了，最后还被赶下了山。她能做出此事也属正常，告知府里的下人们，切勿再议论了。是，夫人。环儿，这是我缝制的一双鞋垫，你务必亲自送到刘老先生手上。夫人，为什么要给刘老先生送鞋垫啊？因为有些恩情，我终究是还不清了，只能通过这双鞋垫来聊表心意。柳传义，你这个伪君子，平时装得如此高风丽节，结果跑来蹭状元郎的名声，你个老不死的！看我不拆了你这个装模作样的破房子！先生，对不起，是我害了您，都怪我将您请下了山，让您呕心沥血地教出一个白眼狼来，害您晚年落得如此境地。芷莹，那边的柜子里有个蓝色包裹，你帮我取来。老师，这是……当年我家中贫困，母亲靠卖绣品供我读书，以至于熬坏了身体。她走的时候还在给我绣鞋垫，但只绣了一半就撒手人寰了，连我中状元的消息都没能亲耳听见。先生，先生。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哭得这么凶，难道是因为我前几次丢下他去看了宴兵，他表面不说，实则偷偷在背后难过？你别哭了，我去找宴兵无关男女之事，是他说有个生意能做。夫人，这是我们先生留给你的手记，都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许多达官显寿上门求娶，先生一卷都不肯给，一直都说是留给你的。我愧对先生的恩情。夫人妄自菲薄了，我们先生教导了那么多学生，虽然您是女子，也不曾真的拜入他门下，但他曾说过您是最有天赋且勤勉的，不比那些男儿差。我们先生一辈子无儿无女，他还有个心愿，若夫人您愿意。父亲，女儿来送您最后一程。你别哭了，我不说了，不说了。老夫人，少夫人被少爷和夏小姐给气哭了。是少安做的太过分了，整日往夏彦明那边跑，将芷莹这个正妻置于何地？他成天去夏彦明都做些什么？你如数说来。夏小姐那边的丫头每次叫走少爷，都说是夏小姐身体不适。等少爷去了之后，她总能鼓捣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留住少爷。夏小姐点子多，听说她最近还想开个什么火锅店，真是胡闹！身体不适直接请大夫过去，少安又不会看病，请他去做什么？派人通知管家，这个月夏宴中的月例减半，就当是敲打警告了。身体不适就好好待在自己的院子里休息，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去探望。是。江芷莹，你们深宅后院里的女人果真个个都是心机婊。夏小姐息怒，兰香，这不关你的事，你跪什么？快起来！我说过多少遍了，
在我这里人人平等，以后不许随便下跪，听到没？老夫人，将军，少夫人这是因为忧思过度，发烧病倒了。少安，这次你做的太过分了。这段时间你就给我在家好好贴身照顾芷莹，不准再往夏彦冰的院子跑了。如果再将芷莹气倒，我会马上派人把夏彦冰送去乡下的庄子。我将军府收留他，可不是让他欺负主母的。你说说，有哪个妻子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成天往别的女人屋里跑？芷莹不主动和你说，不是因为她不在乎，那是她识大体呀。她知道夏彦冰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拦下你，会让你夹在中间难做。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没想到我在芷莹心中竟如此重要。母亲，是儿臣的错，儿臣保证一定会贴身照顾芷莹，直到她痊愈为止。老夫人，少夫人的药熬好了。环儿，把药给我，你先下去吧。既如此，你就留下好好照顾芷莹吃药，我先回去了。昨晚竟是你在我左右照顾，不像前世。芷莹，我正在专心思考柳先生白日出的题，你总是咳嗽出声打断我的思绪，我明日如何交差？谢少安，你救过我弟弟一命，所以不论如何，我都很感激你。你前世那样的下场，像你这样的英雄，不该落得如此下场。这一世，就让我来护你周全吧。我竟不知夫人如此情深于我。夫人这是何意？是嫌弃与我有接触吗？夫君误会了，芷莹何时嫌弃过夫君？只是大夫说芷莹病了，芷莹是害怕将病气过给夫君。哦，是吗？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夫人既如此在意我，为何梦中要喊妹夫的名字？那还不是我做梦梦到刘文泽说你一介武夫，没有文化，我就跟他吵了起来。是我误会了，没想到夫人竟是为了维护我。不过你切勿忧心，背后骂我老粗莽夫的人多的是。本将军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从不往心里去。将军，夫人该吃药了。进来吧。芷莹，你把药吃了，好好休息，等我夏超回来再陪你用晚膳。夫君正事要紧，芷莹等着夫君晚上回来。夫人，将军对您可真好啊，不像二小姐。我听其他丫鬟说，二姑爷对二小姐发了大火，在家里砸东西呢，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了。我做错什么了？你冲我发这么大火？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你那是请先生吗？你那是得罪人。本来也是姓柳的不识好歹，况且得罪了就得罪了，你那么有本事，也不缺他一个先生教导。你知不知道，柳先生虽然无官无爵，但他却是天下读书人的典范。你得罪他，相当于得罪天下文人墨客，我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这么严重的吗？何止！我就算是日后中了状元，也得带着污点面圣。你文昭，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明日再去找柳先生，我江家跟他多少有点交情，我好好给他道歉，绝对不会再让这件事影响到你考状元。文昭，今晚我本来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婉如，你说的可是真的？我怎会拿这种事情骗你？这事要怪，就怪柳传义那个老东西，明明和岳父大人是旧识，却半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如此心高气傲，他也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对，那个老不死，给脸不要脸。文昭，等你考中状元，当了丞相，一定要派人拆了他那个破草屋，到时就说他一介庶民以下犯上，给他关进死牢。夫人，您听说了吗？今日二小姐去找柳先生道歉了，但她一副理直气壮的表情，没有半点道歉的意思。这是要去找事的吧？你说什么？算算时间，前世这会儿先生已经病入膏肓，他的身体不能再动气了。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环儿，带上阿壮他们，我们过去一趟。
夫人，您的身体还未痊愈，可不能再受风寒了。刘老先生，我都说了，上一次的事情就是个误会，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原谅我呢？你们几个过来把这位夫人扶起来。如果刘老先生不出来原谅我，今天我就不起来。刘老先生，你不是向来自诩惜才，现在我夫君因为你前程都要毁了，你不能如此狠心啊！他可是未来的状元郎，现如今名声尽毁，若不能入仕，这是我朝的一大损失啊！哎呀，我肚子疼死了。刘夫人，刘夫人，哎呦，疼死我了，我的孩子！夫人，你先起来，地上凉。广生，你去请个大夫来为夫人看看。刘老先生，上次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您能不计前嫌教导我夫君吗？他真的是很有才华的人，等您指导他考上状元，您也会名垂青史啊！你先起来，别伤着孩子，不然我的罪过就大了。您不教导我夫君，看来就是还没有原谅我，我实在愧对我夫君的信任啊！不如带着我还未出世孩子一走了之来赎罪算了。先生，这夫人明显就是在装模作样的演戏，想讹我们呢，这怎么办啊？我的肚子好痛啊！是不是我的孩子要没了？痛死我了！这是要一尸两命啊！这可如何是好啊？阿壮，你们给我把江婉如带走，出了任何事都由我来负责。江芷莹，你来干什么？贱人，快放开我！江婉如，想撒泼滚回你刘家，别在这丢人现眼！贱人，你算什么东西，敢来管我？一定是你嫉妒我马上要成为状元夫人了吧？柳传义与你非亲非故，你跑来帮他，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这刘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娶了如此粗俗的一个泼妇。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家中夫人这般，他刘文照能是什么好人？阿壮，你们把他带上马车送回刘家。刘文照有任何不满，你们让他去将军府找我。是，夫人。贱人，你要是敢让这些下贱的奴才碰我，我一定……多谢这位夫人出手相助，没有您，我家先生的名声都要被那个泼妇给败坏了。是你，小书童，你还记得我啊？这位夫人，说来唐突，我们之前是不是在某处见过？我竟觉得您十分熟悉。可能芷莹是像您的某位故人吧。外面寒冷，先生不如请夫人进屋歇歇，喝杯茶，等坐下再聊。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夫人读过书？读过一些，还是您前世教导的芷英。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文照，刚刚读的那2句，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这2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一个人年纪虽然老去，但志气应当更盛，怎能因白了头发而改变初心？境遇虽困苦，但意志应更加坚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志向。好啊！世人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老夫却觉得那都是谬论。6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是修身齐家之学，谁说只有男子才能学习？芷莹啊，从今天起，你也跟着老夫来读一读这圣贤书吧，不求功名利禄，只求名士通达。那你可知道刚刚读的那2句是什么意思吗？这2句是说，一个人年纪虽然老去，但志气应当更盛，怎能因白了头发而改变初心？刘老先生，我突然想起今日家中还有事，就先走一步，改日再来拜访您。老先生，我们先告辞了。这个女娃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先生，您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位夫人为何给您送鞋垫吗？为何没有问她？她既不愿说，那我便不问了。广生，我总觉得他似曾相识，可却怎么都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哎，你说我收他当弟子如何？哟，这不是刘大状元吗？什么圣贤书啊，都得您亲自来买。像他这种品行败坏之人，就不配参加春闱。刘老先生身体不适，不愿下山，这人竟教唆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刘老先生家门前撒泼打滚，以人命要挟，真是可耻！刘文赞，你简直就是在丢我们读书人的脸，自己的妻儿都能利用，你与小人又有何区别？丢人现眼，文人之耻！文照，你可算是回来了。今天江芷莹那个贱人……文照，你怎么不理我？
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个老不死的不愿下山指点也就算了，竟然还教唆那些蠢材坏我名声。如此，那我便自己考。今日嘲笑嘲讽我之人，来日我要狠狠地打你们的脸。江婉如，宴中无墨了，你快些起来给我研墨。夫君，我怀孕恶心的厉害，什么也吃不下，身上没力气，实在起不来。矫情！江婉如，我饿了，你今日怎么还未去做饭？夫君，我月份大了。矫情！今日江婉如又没给你准备吃食，还躺着。矫情！当初就不该让你娶她，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呢，一点用都没有。要不是看在她给我老刘家传宗接代的份上，我早让你把她休了。娘，别生气，先吃饭吧。唉，都怪娘，当初就应该给你娶江家嫡长女江芷莹的。木已成舟，娘不必自责。文昭，你是不知道啊，这大半年你闷头读书，不问世事，那刘老先生已经下山亲自认了江芷莹当关门弟子。她不是个女子吗？怎么能？刘老先生说了，读书之事不分男女。文昭啊，江婉如好歹也是江芷莹的妹妹，你让她多去将军府多走动走动，说不定还能找到机会让刘老先生给你证明呢。可是儿啊，读书人的名声是最重要的，还有2个月就要考试了，到时候你可不能声名尽毁的去面圣啊！娘，你说的对，我稍后就让她去。江婉如，今日你去一趟将军府，和你姐姐求求情吧。她现在已经是刘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了，让她请刘老先生出面帮我证明，应该没有问题。你说什么？你说江芷莹成了柳传义的关门弟子？我听说还是刘老先生亲自上门收的徒，他觉得你姐姐很有读书天赋，什么东西都不收，只求师徒一人。怎么可能？这会不会是谣传啊？谣传？自从你姐姐拜入刘老先生门下，将军府的门槛都要被人踏烂了。之前还有人私底下说，将军府的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大老粗。现如今呢，谁不夸他谢兆安娶了位贤妻，日后子嗣必定文武双全。怎么会这样？婉如，你可不能学你姐姐，成日里在房中抱着书傻读，女红也不做，琴也不弹，哪里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俗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考学那都是他们男人的事儿，你要做的就是学会伺候未来的夫君，其他的事儿一概无用。娘，您说的我都明白。世人皆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难道错了吗？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就是书读得太少，才竟干一些蠢事，将我连累至此。我再说最后一遍，你去找你嫡姐好好赔礼道歉，让她帮忙和刘老先生谈谈，现在就赶紧去。凭什么要让我去和他道歉啊？当初要不是他拦着我，那姓柳的一定能答应来教导你。这事儿原本就不能怪我，都是江芷莹的错。你不去，以后就别出这个屋，我也不会来看你。夫人，二小姐求见。让她进来吧。江芷莹，看到我现在这样，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你肯定心里早就想看我笑话了吧？如今我过得这么惨，你满意了？江婉如，你错了，你我同为江家女，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以为你如今这般坏了名声，仅仅只是影响刘文增的仕途吗？你还影响了淑明的前程，让父母被人嘲笑，让江家那些不论嫡系还是旁支，只要是未出阁的妹妹都婚嫁难谈。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要怪就怪他们自己没用。江婉如，我倒是希望你一切安好，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救不了自己，还连累他人。贱人，你凭什么来教我做事？凭什么？滚开！不用你假惺惺的说这些，你算什么东西？我有没有同你说过，再敢对我夫人不客气，就不是头上破点皮这么简单了。江婉如，你竟敢伤她！将军，我们夏小姐研究的火锅成了，她说这个指定能给咱们赚大把的银子，让我来叫您去看看。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夏小姐将陶盆放在无烟煤上，汤底一直是煮开的状态，想吃什么就放什么，味道特别鲜美。夏小姐还说这个火锅是独一份的，定能吸引京城的达官显贵们前来消费，到时我们一定赚得盆满钵满。将军，您快去看看吧。芷莹，对不起，我原本是来找你一起用膳的，但是现在我必须得去彦兵那里看看。江婉如，我警告你，若你再敢伤我夫人一根头发，我就让人砍了你的爪子，这笔账我之后再跟你算。江芷莹，我原以为你在将军府过得有多好，原来不过如此。夏彦差这个贱人，随便一个破烂借口就能把他哄死。
独守空房的滋味不好受吧？你别胡说，将军对我家夫人是极好的，夫人生病，将军都是亲自喂药，彻夜守着。每天夏朝将军也一定会来陪夫人用膳。夏小姐只是将军的义妹，根本影响不了将军和夫人的感情。得了吧，江芷莹啊，你面前就2条路可走，要么激愤之下杀了夏宴晴那个贱人，被老太婆囚禁终生，要么就是被谢少安厌弃，守一辈子活寡。江芷莹，我就等着你这一天呢，我不好过，你也休想过得舒心。二小姐的心思怎能如此歹毒？夫人您已经一让再让，二小姐非但不知收敛，还蹬鼻子上脸诅咒您，真是活该被二姑爷打。嘿，还有那个夏小姐，老夫人都敲打她好几回了，她还敢叫将军过去。将军也是，明明他自己答应过老夫人，再也不去夏小姐的院子，这才多久啊，就又往过跑。什么水锅火锅的，我从未听说，一看这就是他哄男人的借口。我看未必是借口。夫人，您怎么还替她说话呀？这么久了，我还从未见过这位夏小姐。环儿，带我去见见吧。夫人，这火锅闻起来还真挺香的。芷莹，你怎么来了？我跟燕和只是在研究这个火锅，没做别的事儿。夏小姐，我们夫人是这将军府的当家主母，你竟敢不向我们夫人行礼，还有没有半点规矩？夫人不要见怪，少安哥哥知道，我院子里向来不爱这些繁文缛节，这些丫鬟小厮们也从来不用对我下跪行礼。在我这里人人平等，他们日常用膳都是与我同坐一桌的。你这也太没礼数了，成何体统？若夏小姐赤子之心，着实可爱。麻烦夏小姐帮我盛一碗这个火锅吧，让我也尝尝将军惦记了这么久的东西到底是何等美味。芷莹，我来帮你盛，小心烫。芷莹，味道怎么样？不错，的确是美味。少安哥哥，既然傅趁人也觉得好吃，那不如我们早日盘几家店面，开始营业吧。这件事须得经过夫人的同意，将军府的银钱都是她在掌管。古代的女人不都是在家相夫教子吗？她们没有收入，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在家管钱啊？原以为搞定谢少安就行了，怎么现在还得说服江芷莹？她肯定早就看我不顺眼了，又怎么会出钱帮我开店？好啊，需要多少银子？夫人当真同意开火锅店，不是哄我？我哄你做甚？环儿，你去把我得力的掌柜喊来，让他跟夏小姐一起合计一下，前期需要投入多少银钱，算好了，直接去账房直取就行。是夫人。夫人，能娶到你，一定是我3辈子积攒的福气。你不知道，之前燕兵也研究出不少有意思的吃食用品，但我跟母亲提了数次，都被他驳回了。小姐，这和我们最初想的不一样啊！我们都以为他会当众驳回将军，让将军失了面子，如此将军定不喜他，时间一长休了他也未可知。哪曾想他们二人感情更胜从前了。我还真是小瞧他了。小姐息怒啊，您这么有才能，等您的火锅店为将军府赚了大把的银子，将军一定会娶你的。少安哥哥娶我那是肯定的，我手里可是有不少足以让谢家富可敌国的好东西，我不相信他们不会动心。当然，若是要娶我，少安哥哥就必须先得把江芷莹休了，我可不会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夫君，这些给你，如果不够你再同我讲。芷莹，等过段时间火锅店赚了钱，我一定让人给你做一套金丝白玉的头面，上面要嵌满珍珠与宝石，如此才配得上。多谢夫君的心意，不过芷莹不能要。如若到时真赚到了银子，夫君好生留着。我知道你有大用。你怎知我有大用？夫君，你是我朝的大将军，这些年跟着你征战沙场，马革裹尸的战士不计其数，但朝廷给的军饷却是杯水车薪。如今邻国大战在即，你为银子愁得整夜难磨，作为你的枕边人，我又如何不知呢？何况前世你落得那般下场，也都是银子的祸。娘，谢兆安战死沙场，谢家那个死老太婆怪我克死了她，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还不是朝廷抠门，大冬天的打仗，粮草银钱就拨一点。谢兆安那个一根筋，自己舍不得吃穿，到死身上都只穿着一件单衣。芷莹，夫君，这些银票是我这段日子打理家中产业赚来的，都在这儿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能折现的嫁妆，虽然不多，但必要的时候也可解夫君的燃眉之急。芷莹，原来你这般懂我。芷莹，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大老粗，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谢兆阳活着一天，就会用我的生命来护着你，不让你受半分委屈。好，你等着我，等这次打了胜仗，
我就向圣上为你请封诰命夫人。夫人，夏小姐做的那个火锅虽然味道不错，但是她也没开过店啊。您给了那么多银票，万一亏了……所以我派了王掌柜跟着，让他全权负责盯着火锅店。他是老掌柜了，经验丰富，出不了大岔子。如此一来，若是能赚到银子，夫人你也有余钱为老夫人办个风风光光的50岁寿宴了。母亲的生辰是否还有3月有余？是的，跟春拱1前1后。说起春闱，我就想到二小姐那副嚣张得意的嘴脸，我倒要看看二姑爷能不能考上状元。毕竟二小姐可是放了话，到时候要请您参加状元郎的琼林宴呢，能不能考中，到时自然揭晓。环儿，你将院子里负责养花的寒霜送去夏燕珠的院子。寒霜沉稳谨慎，让他盯着点夏燕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一一记下来向我汇报。是夫人。环儿，此事务必要办好。夏彦斌有些离经叛道的想法，迟早祸从口出，万不可牵连将军府。门框那里也要擦干净，你们别想偷懒。我不是说过吗？地要跪着擦，你敢不听我的？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奴婢一定好好擦，一定好好干活。本夫人今天心情好，就不和你计较。再有下次，看我不整死你！你给我去最好的酒楼请厨师过来，我夫君即将高中状元，琼林宴必须办得风风光光。都给我仔细点，敢把事情给我办砸了，我把你们都买去窑子。江婉如，你又在做什么啊？文照，我这是在为你准备琼林宴呢。这件事如此重要，得早些做准备，这样就不至于等放榜报喜的时候手忙脚乱了。琼林宴，你搞得如此隆重，如果倒是没有考中怎么办？怎么可能考不中？文照，你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我之前做梦梦到过，你不仅考上了状元，后面还当了丞相。我的梦可是一向都很准的。那你现在这个阵仗得花一大笔银子吧？家中哪有那么多钱财置办？银子方面，夫君无需担忧，就用我的账来打点吧，可以为你做事，宛如心甘情愿。况且琼林宴如此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办得风风光光，让之前瞧不起咱们的人都好好看看。婉如，文照，我会好好和江芷莹走动，搞好关系的。等时间久了，一定能见到刘老先生，到时就能为你证明了。婉如，娶妻当如此啊！你为我做的，我都记在了心里，以后我定不会负你的。之前兄你都是我的错，你也知道我读书压力大，所以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以后我保证一定对你好。文照，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你能考上状元，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夫人，夫人，出了何事？你如此着急？夫人，这是二小姐送来的琼林宴请帖，不是还有2日才放榜吗？结果还未出，她为何提前举办琼林宴啊？二小姐十分自信，自古笃定二姑爷一定能考上。现在啊，这请帖已经送去满京城了。请帖已经送了满京城？是啊，二小姐这番操作可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二姑爷没考上，那岂不是丢人丢得满京城人尽皆知？恭喜刘兄即将高中状元，日后朝堂上还需您多多提携。万兄客气，刘某一介新人，还要仰仗万兄才是。刘状元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前途不可限量啊！王尚书能来，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刘夫人的命可真好，这才嫁入刘家1年多，就要成为状元夫人了。我瞧您这肚子尖尖的，一准是个男孩，您可真有福气。谁说不是呢？这女人嫁人啊，眼睛一定要撒亮一些。夫人，将军夫人到了。姐姐的架子可真大，到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二小姐，这是我们将军府为您和二姑爷准备的贺礼。什么二小姐二姑爷的，你们将军府出来的下人可真没规矩。江芷莹，文照即将成为状元，而我就是状元夫人，你教唆下人如此称呼我们，是想与我刘家攀关系吗？我此次前来就是单纯的祝贺你如愿以偿。江芷莹，你少假好心了，你心里一定嫉妒死我了吧？我这位嫡姐啊，从小就惯是会装模作样。春闱放榜了，夫人，你看榜有功，春杏赏。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我夫君的琼林宴，凡是到场者皆有喜钱拿。恭喜刘状元和刘夫人，
刘状元日后定前途无量。刘夫人也是位贤妻，和刘状元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夫人，少爷他……好了，我已经知道了。江芷莹，这是赏你的，你可要拿好啊！这状元的喜钱可不多见，日后等文作入仕当了丞相，就不是你将军府能高攀得上的。夫人，夫人，少爷他晕倒了。出什么事了？文昭怎么会晕倒啊？回夫人，少爷他看完榜单就直接晕了。刘兄，这难道是因为高中状元，所以乐极生悲了？我不是早就说过文造一定会是状元，怎么还高兴晕了呢？春杏，你快去叫大夫你们几个把文造扶回房间。大夫，我夫君他怎么样了？夫人，这位少爷是急火攻心，所以晕了过去。老朽以为他失真，应该马上就会清醒。太好了，春杏，你去送送大夫，记得给大夫赏钱。是，夫人，您这边请。恭喜刘兄今日得偿所愿啊！恭喜刘状元登科及第。文泽，恭喜你，你真的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状元。我已经派人给全京城的官员富甲们送去了喜糖和喜钱，还以你的名义为刘明施粥1个月。哦，对了，我还让人给刘老先生也送去了喜钱。这下整个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你考中了状元，让他们都好好看看你如今有多风光。蒋婉如，你闭嘴！文昭，你怎么了？我没考上。文昭，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没考上，都怪你，这一切都怪你！贱人，如果不是你得罪了刘老先生，我怎会落榜？如果不是你每天晚上在我眼前呼呼大睡，扰乱我学习，我怎会落榜？蠢货，我怎么会娶了你这么蠢货？如今你自作主张提前举办琼林宴，让全京城的人都来看我笑话，我一辈子都被你毁了！完了，我的人生全完了，全完了！芷莹，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为什么刘文造没有考上状元？他为什么不是状元？江婉如，他是你的夫君，你为何跑来问我？你说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嫁给刘文昭他就是状元，如今却落了榜？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问我做了什么？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做了什么？江婉如，刘文昭在温书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他想求刘老先生下山指点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在他被你搞得名声扫地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呢？我已经尽我所能了，读书是他们男人的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人生靠的从来都不是选择和运气。环儿，走吧。夫人，不好了！将军在我们新开的火锅店里，为了替夏姑娘出头，把客人给打了，人都快被打死了。我们不敢上前去拉，你快去劝劝吧。你说什么？快备马车去洪府！江芷莹，我的人生已经毁了，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我说过的，你只有2条路，要么被囚禁终生，要么守一辈子活寡，这一天不远了。你们都给我滚！都是来看我笑话的，给我滚！滚！疼，我的肚子！血！刘夫人下身出了好多血，快叫大夫！刘夫人小产了！若不是我来得快，你就把人打死了。对方虽然只是商贾之子，但如果出了人命，影响店里的生意事项，传出去说你为了个女子不顾礼节伤人性命，皇上该如何看你？如今两国交战在即，你作为统帅，这等时间切莫节外生枝。夫人，你不用担心，皇上就算再看我不顺眼，他也只能用我，对我不会有影响的。再说了，这些刁民口出恶言议论我的女人，我没把他们都弄死，都算他们的祖坟冒青冤了。哎呦，夫人下手留情！夫人为何生如此大的气啊？夫人，我的好夫人，你别生气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呀。你是不知道他们说的有多难听，我一时没控制住。为了我？是啊，不然还能为了谁？他们在背后嚼舌根，说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做生意，私下里宴请的还都是些男子，
止不顿。嗯，夫人，我明白，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军府，为了我，都怪我没本事，才让你如此劳苦奔波。夫君，有没有可能，他们口中所说的女子是夏小姐啊？是吗？他们说的人是燕冰啊。夫君，我现在可是将军府的当家主母，定不会做落人口舌之事。如今火锅店的生意都是王掌柜在替我打理，倒是夏小姐经常宴请各路商贾。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竟敢日日宴请男子与其同席，她不要名声，我谢家的其他女辈还要名声呢。夫君这是怎么了？刚才夫君以为这女子是我时，可没这么大反应。她怎能与你相提并论？你是我的妻，是我将军府的当家主母，说话做事自有分寸。而她是个什么身份？简直就是胡来！不行，我得去警告她一下。刚才我还以为将军是为了夏姑娘才与别人大打出手呢，没想到是为了夫人。将军对夫人可真好。好了，这些都是小事，你去王掌柜叫来，问问他今日殿中到底发生了何事。是，小姐。拜见夫人，夫人想问的事儿，环儿都跟我说了，此事一言难尽，您听老奴跟您慢慢说。环儿，为王掌柜倒杯茶。是夫人。谢夫人，我跟您说啊，咱们火锅店前期筹备的时候，夏小姐就一直在插手。她说的那些事儿你也知道，都很天马行空，一看就是没做过生意，空口说白话的。之后呢？开业以后，她非要缠着老奴在店门口弄个什么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那不得被抢光啊！对啊，夫人，你应该也知道，咱京城虽然没有流民，但是有不少乞丐啊。这试吃的桌子恐怕还没摆出去，就会被那群叫花子抢个精光。那些乞丐臭烘烘的，顾客还怎么进门啊？所以夏彦冰宴请那些商贾家的公子，是想让他们出银子，再单独开一家火锅店。夫人聪慧，就是这样。但夫人您心里也明白，那些都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们就是把夏小姐当个乐子耍着玩呢，怎么可能出银子和她一起做生意？这不，今儿几个公子在火锅店喝多了，说了几句荤话，正好被第一次来的将军给听到了。你先回去吧，这件事先不要声张。是，夫人。夫人，这夏小姐怎能如此？还说什么男女平权，跟谁来往，不论男女都是她的自由。不行，夫人，我们得赶紧告诉老夫人这件事，把她赶出将军府，不然传出去，别人还以为谢家女眷均如此呢。不行，再过几日就是老夫人的寿宴，断不可把事情闹大，坏了宴席。好吧。彦冰，此事非同小可，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成日与那些男子喝酒，成何体统？我不是早就说过男女平等，我心坦荡，没有必要避嫌。夏彦冰，把你那套惊世骇俗的言论给我收一收。在将军府，在你的院子里，我随你怎样，但是出去你给我守好规矩，不然整个将军府都会被你连累。小姐，其实将军说的也有道理，您这样……贱婢，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教我了？啊！你们这群贱婢，拿着我的想法赚钱，还想把我踢出局，不让我参与，我就自己想办法。不就是和几个男人吃了几次饭，我犯国法了吗？一个个都过来指责我，妈的，我真是平时好脸给多了。你们都给我跪好了，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起来。夫人，不好了，夏小姐突然体罚院子里的丫鬟，兰香都被打吐血了。环儿，你从我匣子里拿一份金疮药。是，夫人。寒霜，你可知夏彦冰为何突然打人？回夫人，是因为将军不让夏小姐再去与男子一同吃饭。我知道了，你先去吧，盯好他。是，夫人。夫人，您是不知道，兰香两个膝盖血肉模糊，里面都是碎玻璃碴子，脸也是被夏小姐打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明明什么错都没犯。夫人，您什么时候才把夏彦冰这个祸害赶出府啊？有他在，我们将军府被搞得鸡犬不宁，何必亲自将他赶出去？自有人来接走的。夫人，此话怎讲？一日后你自会知晓。环儿，去将火锅店的账本给我拿来。天色已晚，夫人怎么还要看账本？小心将眼睛熬坏。无害，你去拿吧。奴婢先把灯烛点上。夫人，只有这些。环儿，你将这几张银票给夏小姐拿去。火锅店到底还是她的主意，
赚来的银子多少也要分他一些。那夏小姐就动了动嘴皮子，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差点坏事。夫人就是心善，让她白捡了一笔银子。好了，你明日再去一趟火锅店，把账面上所有的银子都换出来。我估摸着将军过段日子就要用银子。是，夫人。等一下，房儿，这些你都拿去当掉。另外，再去我嫁妆里面找找，留下一套像样的头面就行，其他的全都换成银子。这怎么能行？您可是将军府的主母，怎能让你去你就去？这些身外之物跟夫君比起，不值一提。是，夫人。若你此生敢辜负旨意，我一定打断你的腿。主桌上的那位小姐是谁啊？以前怎么不曾见过？我也不曾听说。不过这位小姐一定非富即贵，你瞧她头上戴的那几个簪子，个个都是顶好的。哼，夫人，您是不知道，昨晚奴婢去给夏小姐送银票，结果门都没进去就被夏小姐轰出来了。慢慢说，夏小姐根本看不上您给的这些银票。她说：“夫人，您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呢。她若是想赚银子，分分钟就赚到了，不稀罕您给的这点。她若不要，那等老夫人寿宴结束，我一起拿给夫君吧。”夏小姐甚至口出狂言，说让夫人留着自己买点好首饰，别在老夫人寿宴上丢了谢家的颜面。不是，不必与她计较。寿宴开始了，老夫人，今日是您50岁的寿辰，燕东在此为您作诗一首，愿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说来听听。重得门兰五福全，长针出喜杏华宴，王环醉拍春山舞，金剑康强九启年。神清爽，雨清间，无天日月旧根源。从今把定春风笑，且作人间长寿仙。好，这位小姐可真是饱读诗书，才情斐然啊！是啊，真有才，当真优秀。老夫人，燕兵还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有了这些，定能保谢家一辈子荣华富贵。你仔细说说，燕兵为您献上的是各种吃食物品的制作秘方，有棉花糖、关东煮、肥皂、琉璃等。老夫人只需派人按我这秘方上的流程来做，定能赚花不完的银子。这些东西我闻所未闻。棉花糖，棉花精也可以拿来制糖。如此说来，近日风靡京城的火锅店也是这位小姐的手笔。那这的确是泼天的富贵啊！周某人在此恭喜老夫人了，恭喜老夫人！这位小姐就是老夫人之前认的义女吧？又有才华，又有如此之多的新鲜玩意儿赚银子，将军府这是捡到宝藏啊！女子终归是要嫁人的，谁若是能娶到这位小姐，那可真是祖上积德，报上金山了。有了这位小姐，这还不是一辈子躺着数银票啊！我还有一方，比上述方子都难能可贵。啊，夏小姐还有方子，这个又是什么新奇玩意儿？就在这儿。这个不算什么，我还能制出威力更大的。此物可用于战场，只要将其点燃，方圆数百里皆可炸为灰烬，到时我朝定战无不胜。原以为只是献几个吃食方子，这下事情大了。你说的可都是真的？此物何名？其名火药。火药威力之巨大，方圆百里中生灵涂炭。是，殿下，夏小姐今日做过演示，参与寿宴的众宾客们都瞧见了。那小火药只需用火点燃，就会发出砰的爆炸声，地上瞬间被炸出一个小坑。真有意思，去把她请进宫来。太子殿下饶命！毛手毛脚，带下去处理的干净些，孤闻不得血腥味。老夫人，这些方子只是一部分，只要您发话，让少安哥哥休了江芷莹，娶我当正妻，我还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给谢家，财帛动人心。我就不信谢家会为了一个女人拒绝这泼天富贵。你赶紧死了这条心，我是不会同意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老夫人，你是不是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啊？有了它们，谢家足以富可敌国。我将军府岂会为了钱财就做那丧尽良心之事？况且芷莹是我谢家的主母，我谢家三生有幸娶了她，多少财帛富贵都换不了。你居然为了个大门不出二门不带的深宅妇女，愿意将这些财富拱手弃之？有些钱财有命拿，没命享。芷莹是我的妻，并且这一生我都只会有她一个妻子。夫人，
大将军这是当众表白您呐！小声点，你们这些年我一直当你是义妹，没想到你竟存了这份心思。既如此，将军府也不方便留你，我会给你一笔银子。我不要银子！你们休想一脚把我踢开！少安哥哥，你的命是我救的，现在也是我给你出主意赚钱，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太子口谕：将军府义女夏彦冰才强斐然，聪慧过人，现立刻入东宫觐见太子。还请夏小姐简单收拾一下，即刻进宫。太子这是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太子殿下不是说了吗？他欣赏我的才情，想见一见我。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夏小姐，这次进宫恐怕是龙潭虎穴，你不如差人把火药方子送进宫，对外称病。我让人把你送出京城躲一阵。江芷莹，进宫见太子这么大好的机会，你拦着我，究竟是何居心？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将军府这么不识货吗？你们不要我的这些东西，自有太子殿下慧眼识珠。咱们走着瞧吧。什么人啊？夫人明明是在替他考虑，他居然如此揣测您。罢了，人各有命。夫人，你听我解释，我发誓，之前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夏艳花竟然有这种想法。我总去他那儿，就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东西新鲜，能赚银子。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当真没有？当真没有。我这么一个大老粗，根本就没想过能讨女子喜欢，能得夫人青睐，都是我祖坟冒青烟啊！出息。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相信你了。夫君，是不是快要开战了？是，下月初7。那突厥多次侵扰我朝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如此作为，就是在践踏我朝国威，所以这个仗必须要打。夫君将银票拿好，预计何时出发？3日后。好。今日寿宴人多操劳，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休息。芷莹，夏小姐，这些都是太子殿下赏您的。这些全都是给我的？是，都是给您的。奴婢在东宫伺候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带女子回来。这么多如此贵重的珠宝首饰，太子殿下一定是想迎娶夏小姐为太子妃吧？哇塞，小说诚不欺我，穿越女主果然最低都是个太子妃啊！这不比当将军夫人有排面？你还有你们几个抬热水伺候本太子妃沐浴更衣，你去让人给我准备吃食，我饿了。是，夏小姐。奴才在此恭喜夏小姐了。太子殿下是要给我册封了吗？是啊，太子殿下亲封您为才人。才人？是啊，夏才人这是什么表情？还不快磕头谢恩！您这刚入东宫就被太子殿下封为才人，假以时日，若是诞下长子，位分定能再升，这可是颇天的富贵。才人岂不是连侧妃都算不上？夏才人难不成还想做太子妃？老奴可听说夏才人无亲无故，家中既没有王侯，也没有将相，如此家世，才人已经是殿下恩德了。我没有家世又如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太子殿下到！孤听人说夏小姐会制火药。没错，这火药一旦制成，威力惊人，即使是这偌大的皇宫，也可瞬间夷为平地。太子殿下如若有了火药的帮助，这世间不会再有任何阻力。夏小姐果真不同凡响。这样吧，只要你能把这火药做出来，姑就8抬大轿娶你做太子妃。我就知道太子妃之位一定是我的囊中之物，谢少安，你就后悔去吧。太子殿下放心，彦兵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你要娶我，
往后这东宫就只能有我一个女人。都依你。那这段日子你便在宫中住下吧，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向王德发提，任凭夏小姐吩咐。姑还有事，就先走了。好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火药一旦制成，马上处理了他。还有，去警告将军府不要插手此事。是。王公公深夜至此，是有何要事吗？老奴来此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告知谢夫人一声，府中的夏小姐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日后就住在宫中，不回将军府了。夏小姐可是入了东宫？东宫庙小，放不下夏小姐这尊大佛。您府里的这位小姐，心气高得很啊。太子倒是想纳她当才人，可是她不肯啊，扬言非太子妃不做。将军府的人果然都一身风骨。公公说笑了，既然夏小姐得了太子殿下青睐，那自然就是太子殿下的人。谢夫人果然慧心如兰，太子殿下要的就是您这句话。这夏小姐也该好好学学规矩了，替太子殿下办事可马虎不得。将军府不插手，就是帮了殿下。老奴告辞。王公公慢走。夫人，出什么事了？王公公为何会半夜前来？夏彦冰在宫中，一定是说了什么大逆不道之言，冲撞了贵人。若不是太子殿下看他还有些用处，夏彦冰这会儿怕不是早已脑袋落地，我们将军府也必得受牵连。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啊？听王公公的意思，将军府只要不插手夏燕花的事，就不会受到牵连。太子殿下这是想斩断夏小姐的后路，让她不能依仗将军府，等日后夏小姐没了价值，便可随意处置。没错，太子殿下想要的只是能替他制出火药的人，这个人是谁不重要，但必须乖乖听话，任由殿下掌控。可夏彦冰明显不是这种人，他就是自己作，我们将军府再厉害也不可能和太子殿下抗衡啊。你说的没错，吩咐下去，往后将军府就当没有夏彦冰这个人，嘴都紧点。是，夫人。环儿，这个时辰夫君是不是就要出发了？是的，夫人，马已经候在外面了。夫人，您已经好几天躲着将军了，如今将军马上就要走了，您总要去送一送吧，不然将军这一去，夫君出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边塞不比京城，好多东西都不方便买。都准备好了，还有衣物，那边为苦寒之地，一定要多带些厚衣物。哦，对了，还有药，军中虽然会有随行的大夫，但也得自备一些草药，免得到带了。衣物、草药，可以久放的吃食都带了。夫人，您都说了好几遍了。哎呀，时辰不早了，夫人，您再不去，就赶不及送将军了。我不去。夫人不来找我，我便自己来。夫人，你别哭。夫君，你一定要去吗？少安早已身许国，鞠躬尽瘁。我早该明白，上战场杀敌是少银的命数。前世无论他娶谁，他的结局也会在战场，这一点无论是谁都改变不了。夫君，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啊！夫人，你还记得我们大婚之夜，你答应我的3件事吗？最后一件，我当初没提。你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如果我没能活着回来，你便改嫁吧。夫君，说到底呀，还是少安欠了芷莹，我们谢家欠了芷莹。夫人，您就再吃一点吧，这可是宫里的皇后娘娘赏给将军府的。
自从将军出征后，您就一直吃不下饭。奴婢知道您是担心将军，可不能将军还没回来，您就先垮了。拿下去吧，环儿，我实在吃不下。账本，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再看。照这么下去，您的眼睛也该受不了了。不行，我现在必须得多赚些银子，等今年冬天制作一批送到前线去。娘，谢兆安战死沙场，谢家那个死老太婆怪我克死了她，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还不是朝廷抠门，大冬天的打仗，粮草银钱就拨一点。谢兆安那个一根筋，自己舍不得吃穿，到死身上都只穿着一件单衣。滚开！都滚远点儿，别碰啊！弄坏了你们这群贱民，拿命都赔不起。奴婢去瞧瞧，是何人在外面如此大声喧哗？夫人，夫人，何事如此惊慌？夫人，我听说是夏小姐真的把火药制出来了。真的制出来了？是啊，那火药就放在马车上，太子殿下派了好多侍卫护送，他们现在要将火药送去无人之地引爆。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传遍了，说夏小姐制的火药威力巨大。夏小姐骑在马上被人围着，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别提多得意了。夫人，现在全城的百姓都去围观了，咱们也去看看吧。环儿，我账本还未看完，就不去了。夫人，您就去看看吧。您现在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也该出去透透气，放松一下了。我们去吧，好不好嘛，夫人？真是拿你没办法。那走吧。夫人，夏小姐过来了。喂，江芷莹，你跑什么啊？夏小姐找我有何事？我想办个女子学堂，听说你是刘老先生唯一的女弟子，所以想聘请你来当女先生。我不合适。你合适？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一件足以让你名垂千古的好事。你要是当了女先生，就是这个时代男女平权的英雄了。夏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还有啊，在谢家，我看你做生意也谨慎。我还想开一家自助餐厅，还有奶茶店。哦，对了，还有玩具店。到时候我给你出章程，就由你来经营。我们夫人又不是你的丫鬟，凭什么要帮你做事？不是帮我，是帮天下女子。而且你放心，我有太子殿下撑腰，不会有人敢为难你。你尽管放手去做，等赚了钱，我会分银子给你。夏小姐的主意甚好，但是现在是不是得先看这火药能不能成？成了，太子殿下才会全力支持，不是？火药肯定没问题啊！大家都往后退，快退！我要准备点火了。炸了吗？应该是炸了吧，只不过这动静不太对啊，听起来最多只能炸死一只蚂蚁。什么？怎么会这样？哎呦，夏小姐研制火药搞出这么大的阵仗，结果是个哑炮，这下子太子殿下丢人丢得满城皆知，夏小姐死定了。殿下，这次没有成功，是因为成分比例出了问题。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多试几次，一定能成功。所以制成火药现在只需时间去试，对呢？没错，方子我都给您了，原材料就那些，只要多试几次配比，一准您成。哦，也就是说，这个活现在谁都能干了。来人！殿下，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松开！干什么？当然是杀了你。杀我？就因为火药配比问题，你就要杀了我？你怎能如此草菅人命？我什么都没做错，你凭什么杀我？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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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死的不过是个宫女。夏小姐真以为自己是太子妃啊？殿下，放过我！求求您放过我！我这里还有好多其他房子，只要您不杀我，这些都是您的。殿
殿下，我求求您，我求求您！还不动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真就是。夫人，夏小姐她就这么死了。环儿，府中还有夏小姐的衣服吗？夫人是想，她的尸首我们拿不回来，我想用她的衣服为她立一个衣冠冢。夏小姐走时什么都没带，奴婢去找兰香要。夏小姐，你的为人我虽然没有多喜欢，但是你说的许多话在我看来也不无道理。人人平等，开设女子学堂让女子读书，生命无假。你很特别，但下辈子别再来这个世界了。夫人心善，之前夏小姐如此对您，您还来送她一程，与她说这些话。环儿，你说将军与夏小姐的性命在皇室眼里孰轻孰重，是吗？那她前世怎会落得如此下场？朝廷明明有银子，为何克扣军饷？说到底，除了皇室，所有皆身为命贱。夫人，你在说什么？什么前世？环儿，再过几个月，仗就要打完了吧？是啊，夫人，就快要打完了。过冬的厚衣物可有送到前线？夫人放心，送到了。冻伤药和粮草呢？这些也必不可少，都送去了。谢少安，我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靠你自己。江婉如，你嘴里成天念叨的那个夏彦冰，他死了。我就知道江芷莹一定会动手，他果然还是选了和我一样的路，弄死夏彦冰，他就等着被谢家老太婆关在柴房一辈子吧。夏彦冰是半年前被太子处决，和你姐姐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可是一品诰命夫人，谢昭安凯旋归来，第一时间就为他请封了。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太子为什么要杀夏彦冰？谢昭安什么没有战死？江芷莹为什么又是诰命夫人？为什么？你说啊，到底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要不你去问问你嫡姐，你们可是亲姐妹啊。如今她贵为一品诰命夫人，谢昭安被封为镇国大将军，就连刘老先生都被陛下赐了宅子，重新请回宫中。虽然是个闲职，手中并无实权，但也是皇室的红人。你瞧瞧他们，再看看我们。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你故意电钻骗我的，都是假的，假的！若不是你愚蠢至极，得罪了你嫡姐，凭借将军府如今的权势，我作为镇国将军的联防，会有多少人想攀附于我？我哪里还需这般苟延残喘？你骗我！你说你是骗我的！明明我们交换了人生，凭什么他还是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疯了！来人，把他关进柴房，没有我的允许，永远不能放他出来。夫人，我听说二小姐她疯了，不知何时跳了湖，死了。长姐，你怎么又偷偷看爹的书？书有什么好看的呀？我娘说了，女子读书没用，书读多了嫁不出去。走，长姐，我带你去抓知了。看书可比抓知了有意思，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看？啊，我有没有说过让你少跟他说话？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又不能像男子那般考取功名。你给我好好学女红，以后你得比她嫁得好，过得好，娘心里才舒服。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些事倒也不全怪他。夫人，您是不知道那刘家的做派有多过分，他们甚至都没给二小姐打一口棺材，就用一个破草席子草草了事。再怎么说，二小姐也是他的妻，他刘家未免做得太决绝了点儿。环儿，你从我匣子里拿些银票，去给他打口棺材，
让他体面些离开。奴婢遵命，夫人就放心把此事交给奴婢好了。夫人，怎么了？没事，夫君，幸好你回来了。最近还做噩梦吗？自从你回来后，便不再梦魇了。夫君，这些日子你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今日随我一起去给夏小姐上炷香吧。你这次能安然回来，说到底还是她留下的炸药方子助了你一臂之力。夏小姐，我忽然有些明白你说的话了。在这个世界，女子的确难活了些。从小我喜欢读书，却只敢偷偷摸摸的看，羡慕的看着堂哥和弟弟们来往于学堂。若不是柳先生的教诲，我一辈子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打开一本书。我母亲走得早，我处处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行一步路。看见不公绕道而行，听见冤情捂住双耳。我没有勇气像你一样去改变，但或许可以试试。那就从开办女子学团开始吧。